还每天表白校草99次，第1万次被拒后，他正打算放弃，眼前却突然出现一排排弹幕。其实男主超喜欢妹宝，只是性子傲娇不肯说，也享受着妹宝追他的感觉。每次妹宝说喜欢他，他就在心里暗爽，然后冷淡拒绝，就是为了下次能再听到他的表白。这还不够，他还在抽屉里放满了妹宝的照片，一天要看个几百遍呢。乔穗星按捺不住好奇，偷偷去找，果然从对方座位上翻到了自己的照片。自那以后，有了弹幕的剧透，无论傅耀晨找什么理由拒绝，他都没有想过放弃，甚至愈挫愈勇。终于又花了2年，女孩成功追到了傅耀晨，可和他在一起后，对方依旧冷淡如初，从不主动牵穗星的手，约会时总心不在焉，连女孩的生日都时常忘记。但每次他想放弃时，眼前就会浮现弹幕。男主昨晚偷偷看了妹宝的照片1整夜，他手机里存了妹宝所有的社交动态，他连妹宝喜欢的奶茶口味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信息像救命稻草，一次次将他从绝望中拉回。不料婚后男人却变本加厉冷落他，出差从不报备，纪念日永远缺席，连乔穗星高烧90度，对方都以工作忙拒绝回家照顾。但每一次弹幕又会及时出现，听说妹宝生病，男主在办公室急得团团转，立马就让助理送药了。妹宝睡着后，他还守在他床前1整晚。就这样，他靠着弹幕里透露的爱意，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夜，直到今天，傅耀晨第99次以爱之名故意伤害他，只因乔穗星在车上多刷了2秒手机没关注他，男人就冷着脸将他赶下了车，从我的车上滚下去。站在雨中，乔穗星忽然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刚要往前走，就被身后疾驰而来的车吻了一下，砰！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重重跌倒在地上。最后昏过去时，女孩脑海只剩最后一个念头，这次她累了，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等乔穗星再次睁眼，就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醒了，熟悉的嗓音传来，他转头就瞧见眼底通红的傅耀晨坐在床边，修长的手指紧紧攥着一张手术单。见穗星醒来，他下意识轻身向前，却在半路停住，硬生生收回了想要触碰他的手。女孩刚想撑起身子，病房门就突然被推开。景慈，你又来看穗星了。顾雨柔穿着白大褂走进来，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放心吧，手术是我亲自做的，很成功。男人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迅速将手术单塞进口袋。我不是来看他的。说完，他拿起床头柜上的保温桶，声音刻意放柔，你昨天做了那么多台手术，我是来给你送汤的。顾雨柔眼眸亮亮的惊喜结果，你特意给我熬的吗？男人浅浅应了一声，动作熟练的盛了一碗递到对方唇边，小心烫。顾雨柔娇羞的低头喝了一口，故意撒娇，药尘，这块鸡肉太大了，我吃不下。没想到男人顿了顿，竟接过筷子，将鸡肉夹到自己嘴中。女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弹幕也适时出现，男主又撒谎了，其实这汤是他在家熬了7781天，特意送来给妹宝的。得知妹宝出车祸，他都要急疯了，不仅安排全程让道把人送去医院，又调来国内最好的医疗团队，还在妹宝病床前熬了几天几夜没合眼。可一见到妹宝，他傲娇的老毛病就又犯了。这个顾雨柔大学时就追过男主，但男主从来没正眼看过他，现在故意跟他亲密，不过是因为前阵子妹宝跟一个男人多说了几句话，醋疯了。正好顾雨柔又来纠缠他，他故意和他走得近，来让妹宝吃醋。而穗星看着这些弹幕只觉讽刺，7年了，他总是靠着这些弹幕一次次说服自己原谅对方的冷漠和伤害，可真正的爱又怎会需要第三方来解释呢？这一刻他终于下定决心，等2人走后，他立马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你好，是周律师吗？请帮我拟定一个离婚协议，我要离婚。弹幕瞬间炸开了锅，怎么剧情变成这个走向了？妹宝怎么突然要离了？不要啊，男主那么爱妹宝，肯定会疯的。是啊，男主只是没长嘴，他什么也没做错啊，你们急什么？放心吧，妹宝肯定只是暂时生气，想吓吓男主罢了。看到逐渐统一想法的弹幕，女孩眼里闪过一丝自嘲，或许傅耀晨也这样认为，所以才会一次次试探他的底线，但自己对他的爱意也会在他一次次的冷漠中慢慢消失殆尽。出院那天，穗星接到大学同学的电话，问他参不参加聚会。女孩知道傅耀晨向来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便答应了。可当他推开包厢门，下一秒瞳孔紧缩，傅耀晨就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紧挨着他的是顾雨柔，而男人正脱下西装外套，温柔地盖在对方小腿上。我就知道，只要妹宝在的地方，男主爬也要爬过来。顾雨柔这个跟屁虫，男主走哪跟哪，真不要 face。楼上火气别这么大，没有顾雨柔，我们怎么能看到妹宝吃醋，男主暗爽的时刻呢？等下女配肯定会搞事，我就等着看精彩的修罗场吧。看着这些弹幕，乔穗星心脏猛地一颤，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如弹幕所料，顾雨柔很快拉着大家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傅耀晨第1轮就输了，抽中的惩罚是要看他的手机。大家都知道女孩和傅耀晨在一起多年，卯足了劲要看看这位高岭之花到底有没有拜倒在穗星的石榴裙下。可当相册被打开，空空如也，备忘录一片空白，
来，微信聊天记录满屏的恩和哦，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哪怕成了夫妻，傅耀晨依然不爱乔穗星，7年感情竟连一张合影都没有，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面面相觑，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顾雨柔却得意至极，耀晨，穗星和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手机里怎么一点和他有关的东西都没有啊？不会连结婚纪念日、穗星的生日你都不记得，也从不替他庆祝吧？男人的目光闪了闪，最终定格在乔穗星苍白的脸上。对我而言，每天的日子都一样，没有值得纪念庆祝的必要。字字都像刀子精准地扎在女孩心上，疼得她说不出话。眼看着气氛越来越尴尬，老同学连忙打圆场，开始新一轮游戏。顾雨柔紧接着就输了大冒险，抽中的惩罚是在现场随机抽一个人，2个人吃完一根巧克力棒，她立马将目光投向了傅耀晨，柔声撒着娇：耀晨，这儿我和你最熟了，你陪我完成这个惩罚好吗？其他同学脸色一变，齐刷刷看向乔穗星，七嘴八舌劝起来：耀晨不合适，挑个女生吧。哎呀，就是游戏而已。顾雨柔不依不饶地拽住男人衣袖，茶里茶气地望向乔穗星：穗星你这么大度，肯定不会介意的对吧？男人的目光也转向他，想看看他什么反应。乔穗星埋着头一言不发，像是什么也没听见。眼见时间1分1秒流逝，傅耀晨脸色越来越难看，弹幕也在疯狂刷屏：妹宝你快说句话啊，只要你不同意，男主肯定就拒绝了，他等了那么久就是想看你吃醋，你怎么能什么反应都没有？对此女孩无动于衷。终于男人冷笑一声，接过巧克力棒，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完成了这场荒唐的游戏。看着这刺眼的一幕，乔穗星的心脏还是不可遏制的痛了一下，但再没了从前的撕心裂肺，他平静起身离开了包厢。怎料等他从洗手间出来准备回家时，顾雨柔却等在楼梯口，他猛地拽住了女孩，语气嚣张：这就受不了了？我还以为你多能忍呢，不过就算你生气又怎样？耀晨根本不在乎你，你死缠烂打了这么多年，他只怕烦透你了。女孩用力甩开他的手，声音冷若冰霜：我和傅耀晨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希望你也有点自知之明，不要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还在这儿沾沾自喜，想上位。我告诉你，就算我真的和傅耀晨离婚了，他也不可能看上你。说完，他头也不回的就要下楼，但顾雨柔被气得脸色发红，脑子一热，伸手一推，穗星就从8楼快递到了1楼杂物间。他全身像散架般的疼，倒在血泊里，喉咙里挤出痛苦而无助的求救，却没有人回应他。他强撑着最后意识，打了急救电话，又给近在咫尺的傅耀晨打去，可一个个电话打过去，男人却一个也没接，全部挂断了。乔穗星几近绝望之际，又看到了弹幕：顾雨柔骗男主说妹宝吃醋了，一个人回家了。他心里正开心着呢，根本不知道妹宝受了那么重的伤，为了维持人设，还把他的电话给挂断了。这可怎么办啊？看到这，女孩脑海闪现最后一个念头：还怎么办？要是她侥幸逃过一劫，一定要跟傅耀晨划清界限。而后她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等再次醒来，已是隔天下午，她的手正被人紧紧攥着。见她醒来，男人如触电般松开手，脸上担忧的表情褪去，又恢复成事不关己的淡漠。穗星知道他又开始演戏了，也懒得戳穿，他强忍着不适，起身想给自己倒杯水，却不小心碰到放在边缘的手提包，包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见女孩要强撑着下床捡东西，傅耀晨连忙弯下腰，捡起地上的化妆品、钥匙、纸巾，最后是一沓厚厚的纸，像是什么文件。他皱着眉捡起来，刚要翻开，女孩就手疾眼快将那份离婚协议抢了回来。这突兀的动作让男人一愣，目光锐利地看向他：什么东西慌成这样？买房协议，签个字吧。乔穗星避开他的视线，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他抓起桌上的笔递给对方，男人却没有接，只是目光沉沉地看着他。给我一个签字的理由。空气凝滞，女孩眼前又飘过弹幕：其实男主就是想让妹宝给个台阶，哄哄她而已。我看妹宝不想哄，就是舍不得离。乔穗星垂下眼，沉默片刻后，刻意放软了声音，像过去无数次那样哄她。听管家说你最近总睡不好，郊区清静，搬过去能好好休养，这个理由行吗？傅耀晨眼神复杂的闪动了一下，没再追问，干脆利落的签完字后，他的声音回归平静：搬家那天把新地址发我，其他的你处理，不用再问我。女孩迅速收好那份签了字的分开协议，没再说话。出院后，她寄走行李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分割婚后财产。期间傅耀晨没有回来，只是频繁的在朋友圈更新动态。他晒出餐厅的美食照片，山顶日出，海边落日。几分钟后，顾雨柔必定会晒出角度几乎一模一样的9宫格，暗戳戳的告诉所有人他们在一起。乔穗星看着这些照片，知道傅耀晨是故意做给他看，想看他打翻醋缸。可女孩脸上没有任何波澜，手指平静地划过去，也不曾查问他的行踪。时间一天天过去，男人也察觉到了不对，主动回了家。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主动聊起这几天的行程，着重强调了和顾雨柔去散心的事，眼神一动不动地盯着乔穗星，似乎是想从他脸上捕捉到一些酸涩难过。可女孩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这平静的反应让傅耀晨眉头紧皱，声音里带着一丝躁意：你最近怎么了？怎么感觉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女孩抬头看着他，脑海里浮现出许多往事。过去的无数个日子里，他像个影子一样，不知疲倦地围着
傅耀晨转，一心期盼他能放下芥蒂，和自己坦白一次真心，哪怕只要一句我也爱你，都足够慰藉他的心。可女孩等来的却是他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试探和永无止境的情感漠视，一股深深的疲惫涌上心头。乔穗星不再掩饰自己，第一次主动向他袒露心境。我也是人，我也会累，没有人能在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掏空自己自毁式的付出，等到感情真的耗尽了，那自然就什么都会不在乎。傅耀晨的脸色在他的语调里一点点沉了下去，最后凝结成冰。他猛地起身，快步离开，巨大的摔门声震的墙壁都在颤抖，同时出现的还有飞快滚动的弹幕。完了完了，妹宝说了那么多，落在男主耳朵里，其实只听到了最后一句，他误会妹宝不在乎他了怎么办？男主又开始生闷气了，妹宝也真是的，明明知道他容易内耗，还说这种话让他难过，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一下他这种高敏感人格？体谅？这些年我体谅的还不够吗？而他的体谅换来的只有漠视和伤害，谁又曾体谅过他呢？女孩没再理会这些纷扰，一门心思的收拾东西。凌晨3点，一阵刺耳的铃声将她从睡梦中震醒，迷迷糊糊睁开眼，就看到傅耀晨的兄弟发来一个地址，附带一句简短的留言：陈哥喝大了，嫂子来接一下人。他习惯性的起床赶过去，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是一家客栈，看着虚掩的门，一股不祥的预感漫上心头。等他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顾雨柔衣衫乱乱，正笑着解着傅耀晨的衬衫扣子，而傅耀晨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眼神游离，一看就是中招了。看到顾雨柔躲闪慌张的样子，女孩瞬间猜到这一切都是他所为。她眼神锐利地盯着顾雨柔，声音冷得掉渣：“你这是想蹲离吧？这里有监控的，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够蹲很久了。”顾雨柔的脸瞬间变得惨白，连滚带爬逃了出去。乔穗星这才上前扶起傅耀晨，想送对方去医院，怎料下一秒却被紧紧抱在怀中。星星，让我抱一会好不好？看着对方难受的模样，女孩脑海思绪万千，最后还是一咬牙，用尽全力挣脱他的怀抱，将人送去了医院。她在病床边守了一夜，熬得眼里满是红血丝。可傅耀晨醒来看到她时，眼里却冰冷无比，对乔穗星的问候也视若无睹。弹幕也在叽叽喳喳吵着，他们本来就是夫妻，妹宝不肯亲自给他解药，男主不开心了才会闹脾气。这么多年，男主好不容易主动一次，妹宝居然还要推开，也太扫兴了。难怪男主会生气。看着这些弹幕，乔穗星只觉讽刺，知道了缘由，他也懒得解释，而是岔开了话题。昨晚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顾雨柔的行径是要蹲篱笆的，可以立案起诉。傅耀晨却扯了扯嘴角，语气冰冷刺骨，他只是看我难受想帮我罢了，他是一片好心，我反过来要追究毁了他名声，不是在恩将仇报吗？女孩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心逐渐沉到谷底。如果这一切都是顾雨柔策划的呢？你也不追究？男人神色清冷地别开脸，毫不避讳地维护道，他只是太喜欢我了，才会一时冲动做这种不理智的事情。既然他没有谋财害命，我为什么要怪一个心里有我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狠心，亲眼看着我痛苦不堪，却连解药都不肯。话音刚落，顾雨柔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语气哽咽地为昨天的事道歉。男人立刻起身走到门外，轻声细语地安慰起来。剩下乔穗星独自站在病房里，目光紧紧盯着疯狂滚动的弹幕。其实男主早就知道顾雨柔动的手脚，他心甘情愿地喝下去，还故意让兄弟叫妹宝过去，就想看妹宝吃醋发疯，证明他爱他罢了。趁着这个机会亲近一下，两人就能顺理成章地和好了。可惜妹宝榆木脑袋不开窍，害得男主又开始患得患失了。看到这突如其来的真相，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爬满全身，让女孩遏制不住的颤抖，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刺痛，让她保持着清醒。呵，她早该知道，这又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试探。她闭了闭眼，又一次庆幸，她早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之后的日子，乔穗星像一抹游魂般穿梭在各个办事窗口，注销了所有东西，一点一点抹去她存在过的痕迹，计划着等绿本本一到手，就彻底从傅耀晨的世界消失，让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任何行踪。结婚纪念日这天，别墅里空荡荡的，没有往年的烛光晚餐，没有精心准备的礼物，只有乔穗星安静地坐在落地窗前。傅耀晨回来，看到冷冷清清的家，脸色不由冷了几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女孩低着头，语气平淡如水。你是说结婚纪念日吗？反正你从不在意，以后也不必再费心庆祝了。听完这话，傅耀晨眼神一暗，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弹幕很应景的在女孩眼前滚动起来，妹宝怎么又说错话了？男主等了一天就盼着她准备点什么呢？结果空欢喜一场，还被这么对了几句，心里能不难受吗？肯定又要出去借酒浇愁了。但乔穗星已经不在意她了，拿着包也出了门。到了咖啡厅后，和她最好的闺蜜潇潇寒暄了几句，而后轻声开口：潇潇，帮我安排一架私人飞机，离了后我要悄无声息的出国，别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尤其是傅耀晨。潇潇很心疼她在傅耀晨那里受的搓磨，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道谢后，乔穗星正要回家，出门就碰见顾雨柔，她还带着几个姐妹，气势汹汹的拦在女孩身前。许是近日被傅耀晨宠得太过头了，顾雨柔更加肆无忌惮，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嘲讽女孩，怎么现在舔狗也流行穿的人模人样的出门啊？
乔穗星，你以前不是24小时都要缠着耀晨的吗？怎么一个人出来了？不会是又热脸贴冷屁股，自取其辱了吧？我说过，耀晨根本不喜欢你，和你在一起只是将就，迟早有一天你会被扫地出门。女孩懒得和他纠缠，想绕开他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顾雨柔却变本加厉，越说越过分，甚至连带着女孩过世的父母一起羞辱。那些压抑已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乔穗星再也忍不了了，抬手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清脆的掌声刚落下，下一秒，顾雨柔的几个闺蜜立刻尖叫着扑了上来，对她又抓又挠。乔穗星在混乱中拼命反抗着，可双脚难敌四手，她的视线开始模糊，耳边只剩下顾雨柔歇斯底里的声音。住手！熟悉的声音让所有人动作一顿，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傅耀晨不知何时已站在人群外围，俊美的面容阴沉如水，周身散发着骇人的低气压。顾雨柔立刻变脸，捂着脸抽泣起来。耀晨，我在这里偶遇了穗星，好心和他打招呼，他却突然说我是狐狸精，还动手挠我。几个朋友气不过才想替我出头，都是我不好，让穗星误会了我们的关系。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吧。傅耀晨的目光落在乔穗星身上，顿时瞳孔猛地收缩。女孩发丝凌乱，白皙的脸颊上几道血痕触目惊心，头发被扯得乱七八糟。她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颤抖，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似乎在等着乔穗星的解释。可女孩却站直了身体，脸上没什么表情，紧抿着唇，一言不发，沉默像一把钝刀，一寸寸凌迟着傅耀晨的耐心。片刻后，她终于冷声开口：既然是乔穗星先动的手，那这一耳光你还回去。顾雨柔眼中闪过一丝得意，高高扬起了手，对准了乔穗星的脸，弹幕瞬间炸开，乌泱泱出现一大片墨色字迹。男主是看到妹宝被欺负了，还不肯向自己求助才生气的。妹宝，只要你说句话，别说教训这几个人了，男主能为你把这座咖啡馆都掀了，你怎么就是不说呢？快开口啊，妹宝，只要你说句话，他就心软了。可乔穗星抬起眼眸，对上傅耀晨那双冰冷的眸子，7年了，他解释的还不够多吗？啪！清脆的掌声在空气中炸开，傅耀晨的神色骤然僵住了片刻，但很快又恢复成那副冷淡疏离的模样，火辣辣的痛感在脸上蔓延。乔穗星的心却像被冰封的湖面，再也翻不起一丝涟漪。他定定看着傅耀晨，声音平静：够了吗？这巴掌还轻了，我可以走了吗？傅耀晨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垂在身侧的手攥的骨节发白，他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发出声音。而女孩转身离开，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坚定，身后弹幕还在疯了一样的刷屏。男主后悔了，他心疼的要命，整个人都快碎了啊！妹宝，快去哄哄他。可女孩再也没有回头，男人站在原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直到那抹身影彻底消失在街角。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挽留，更没有追上去。离开那天，乔穗星起了个大早去领绿本本。当他出现在民政局门口，弹幕立马炸开了锅。妹宝真的来离了，他不是爱男主爱到骨子里的吗？怎么忽然就要放弃了？男主也喜欢他到发疯啊，两人不该白头偕老吗？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了？男主要是知道了，岂不是要当场发疯啊？乔穗星平静地看着眼前疯狂滚动的文字，心底却一潭死水。当工作人员在证上盖下印章，递到他手中后，那些沸沸扬扬的弹幕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世界也终于迎来久违的清静。拿着2份离婚证回到家后，乔穗星将其中一本放进傅耀晨的密室里。他最后看了一眼贴满他照片画像、存放着无数和他有关物件的房间，轻轻合上了门。怎料一转身，他就迎面遇上了傅耀晨。到他从这个房间出来，男人明显慌了神，语气紧张不已：你从这间房间出来的，看到什么了？女孩面色平静，摇了摇头：路过，去书房拿些文件。看到他手里的一沓纸，傅耀晨才松了一口气，而后连忙岔开话题：今天要搬家，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行李？乔穗星面不改色的撒谎：我的东西提前搬过去了。傅耀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刚想开口说要跟他一起去新家看看，结果顾雨柔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耀晨，我组了个局，要不要过来热闹热闹？傅耀晨打开了扬声器，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乔穗星，显然是故意让他听到，在等他出声挽留。女孩却只是淡淡一笑，语气甚至称得上慷慨：想去就去吧，家里有人照料，不会出乱子的。傅耀晨的脸瞬间变得无比阴沉，却无处发火，只能憋了一肚子火气赶去顾雨柔那边。目送他的车消失在街角后，乔穗星立刻转身拦了一辆车直奔机场。1个小时后，一架私人飞机冲上云霄，载着他彻底消失在天际。而这边的聚会上，傅耀晨麻木地惯着自己，却怎么也烧不尽心头那股郁结的烦躁。乔穗星那张平静到极致的脸，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陈哥，别喝了，再喝就真醉了。朋友伸手去夺他的杯子，却被他一把推开。走开！傅耀晨的声音翻涌着压抑的怒意，他直接抓起瓶子，一口灌了下去。不知多久后，
他的意识终于变得支离破碎，眼前的一切开始天旋地转，最后他恍惚间被人扶起，耳边似乎传来顾雨柔娇柔的声音：耀晨，我送你回去。他想要挣脱，可身体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最终只能任由自己陷入黑暗。当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内，傅耀晨被一阵尖锐的头痛刺醒，他皱着眉睁开眼，视线模糊了一瞬才逐渐清晰。然而下一秒，他的身体猛地僵住了，他的臂弯里躺着一个人。傅耀晨的心脏骤然紧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他几乎是本能地喊出那个名字。星星。怀里的人动了动，抬起头露出一张陌生的脸，是顾雨柔。男人瞳孔骤然收缩，猛地坐起身，一把推开他：你怎么在这里？顾雨柔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随即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耀晨，你都不记得了吗？傅耀晨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死死盯着顾雨柔，试图从他的表情中找出一丝破绽，可顾雨柔却低下头，手指轻轻绞着背角，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和甜蜜。你昨天一直抱着我不放，还说要对我负责。闭嘴！傅耀晨厉声打断他，声音冷得像冰。他一把掀开被子，翻身下地，他头痛欲裂，昨晚的记忆像被硬生生挖走了一块，怎么也想不起来。可心底却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叫嚣：不可能，他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乔穗星的事。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低沉而压抑：我不可能对你做什么，因为我只对穗星有感觉。你故意设计这一出，你想要什么我很清楚，但你别想了，我绝不可能和穗星分开。顾雨柔猛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不可置信：耀晨，你在说什么？你喜欢乔穗星？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喜欢他？那我呢？我算什么？男人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那目光锐利如刀，刺得顾雨柔瞬间噤声。他穿好外套，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只丢下一句：你不过是我为了刺激穗星吃醋的工具罢了。顾雨柔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死死咬住嘴唇，直到傅耀晨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她才缓缓松开牙关，漂亮的脸上此刻满是恨意。而男人一路狂奔回家，脑子里乱成一团。他快步冲进家门，却发现屋子里静得出奇。穗星，他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的客厅里回荡，无人应答。他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快步上楼，推开卧室的门，却发现床铺整整齐齐。傅耀晨的呼吸逐渐急促，掏出手机拨通了乔穗星的电话，听筒里却传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男人的手指微微发抖，又接连发了几条消息，可全都石沉大海。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攫住了心脏，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穗星不会离开的，他只是生气了，像以前一样过几天就会回来，他只需要等，等着就好，等着那个最爱他的乔穗星回来。傅耀晨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已经第3天了，乔穗星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他的手机屏幕亮起又熄灭，始终没有那个熟悉的号码打来，门口也再没传来他熟悉的脚步声。第4天清晨，他坐在餐桌前，盯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忽然觉得胸口闷得发疼，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眼前却突然闪过几行陌生的文字：男主怎么还坐得住啊？妹宝真的走了，急死我了，他再不去找，人都要跑无影无踪了。男人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死死盯着空气，可那些文字就像幻觉一样，转瞬即逝。这是什么东西？他低声喃喃，手指无意识地攥紧。片刻后，他来到医院。傅先生，您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脑部 CT 没有异常，神经系统也没有问题。傅耀晨盯着报告单，眉头紧锁。那为什么我会看到不存在的东西？医生斟酌了一下，可能是近期压力过大导致的轻微幻觉，建议您多休息，放松心情。男人冷笑一声，直接起身离开。刚走出诊室，他就撞见了顾雨柔，对方手里拿着一叠检查单，见到他时眼睛一亮，仿佛那天的冲突从来没有发生过。耀晨，你怎么在这儿？说着，脸上的神色转为担忧。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我……傅耀晨连敷衍顾雨柔的耐心都没有，直接绕过他往外走。女人却快步跟上，语气轻快。对了，我刚才在楼下看到穗星了。傅耀晨的脚步猛地顿住，他在哪？他转身，声音低沉的可怕。顾雨柔眨了眨眼，故作无辜，就在1楼大厅啊。不过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匆匆忙忙的，我叫他都没理我。傅耀晨没等他说完，直接大步来到1楼大厅。这里人来人往，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呼吸渐渐急促，手指无意识的收紧又松开。原来所谓的消失都是骗我的，他其实还在附近默默关注着我。男人眼底闪过一丝阴郁。接下来的几天，傅耀晨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他故意带着顾雨柔出入高档餐厅，任由他挽着自己的手臂拍照，他陪她去拍卖会，拍下昂贵的珠宝，亲手为她戴上。他甚至允许她在朋友圈发他们的合照。每一次，他都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些事，然后死死盯着手机，等着某个人的消息。可属于乔穗星的聊天窗口始终沉寂着。傅耀晨终于忍无可忍，直接开车去了乔穗星家里。推开门的那一刻，他的心脏猛地一沉。客厅里，女孩常坐的沙发角落空荡荡的，她最爱的那只抱枕不见了，餐桌上她习惯用的那个马克杯消失了，就连玄关处，她的拖鞋也毫无踪迹。整栋房子安静的可怕，仿佛她从未存
存在过。男人站在原地，手指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这时管家突然打来电话：“先生，有夫人的快递送到家里了。”傅耀晨闻言飞快赶回家。当他拆开那个薄薄的快递文件袋时，一张文件轻飘飘地滑了出来，离婚协议。他盯着文件上乔穗星的签字，干净利落，没有半点留恋。他人呢？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管家摇头，夫人之前只说会有东西寄回来，没说去了哪里。男人突然想起什么，猛地冲上楼，推开那间密室的门。他的目光落在抽屉上，颤抖着手拉开，里面赫然躺着一本离婚证。翻开内页，他看到了自己的签名。傅耀晨茫然地环顾四周，墙上无数张照片里的乔穗星都在静静看着他。他突然意识到，那天他平静的表情下藏着的原来是诀别。男人站在原地，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他的眼底泛起猩红，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某种。傅耀晨拿起电话拨通了助理的号码：“给我查，我要知道乔穗星现在的位置。”4日，傅氏集团办公室内，助理战战兢兢站在他面前：“傅总，夫人是乘坐私人飞机离开的，航线信息完全保密，我们查不到。”办公室里陷入一片沉寂。傅耀晨下颌绷紧，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烦躁。助理慌忙递上一个 U 盘，但是我们找到了些监控录像，是关于夫人和顾小姐的。傅耀晨猛地回头，投影一亮起，监控画面里，顾雨柔一改在他面前善解人意的模样，趾高气扬地拦在乔穗星面前。怎么现在舔狗也流行穿得人模人样的出门了？镜头切换，咖啡厅里，顾雨柔的朋友们哄笑着，听说他为了追副总，连送3个月早餐，真够不要 face 的。尖利的嘲笑声在办公室里回荡。傅耀晨的表情晦涩不明，一旁的助理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男人突然起身，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顾雨柔的公寓门口，傅耀晨正要按门铃，却听到里面传来耳熟的尖锐的笑声。那个乔穗星终于滚蛋了。顾雨柔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你们是没看见他最后那副丧家犬的样子，我扇他一耳光，连还手都不敢。听说他在副总身后追了7年，成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耀晨对他明明烦得要死，还甩不掉。”傅耀晨猛地踹开门。傅耀晨拿起电话拨通了助理的号码：“给我查，我要知道乔穗星现在的位置。”4日，傅氏集团办公室内，助理战战兢兢站在他面前：“傅总，夫人是乘坐私人飞机离开的，航线信息完全保密，我们查不到。”办公室里陷入一片沉寂。傅耀晨下颌绷紧，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烦躁。助理慌忙递上一个 U 盘，但是我们找到了些监控录像。客厅里，顾雨柔和她3个闺蜜吓得跳起来，她们脸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收起的笑意。耀晨，顾雨柔脸色煞白，男人的目光扫过他们，突然笑了：“很好。”他转身就走，身后传来顾雨柔带着哭腔的呼唤，但傅耀晨连头都没回。他迫不及待找到几个发小：“你们说实话，在你们眼里，乔穗星是什么样的人？”包厢陷入诡异的沉默，就挺痴情的。有人小心翼翼开口：“对啊，上次你发烧，他守了3天没合眼。”傅耀晨猛地将杯子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我是问你们怎么看我们的关系。”朋友们面面相觑，最终最年长的陈宇叹了口气：“说实话，我们都觉得他配不上你，不过一个只会死缠烂打的女人，你们都胡说。”傅耀晨突然站起身，手边的杯子被他扫落在地：“我爱他，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他做过什么？”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所有人都用见鬼似的表情看着他。“你爱他？”陈宇难以置信地重复。“那你为什么从不带他参加聚会？为什么他生日你永远在出差？为什么？”一个个问题像刀子般扎来。傅耀晨张了张嘴，却发现无法反驳。他颓然坐回沙发，听着朋友们细数这些年乔穗星的付出。大2那年暴雨，他冒雨给你送伞，自己淋得浑身湿透，受尽周围人的嘲笑，你却无动于衷。你创业初期，他偷偷卖掉父母留给他的首饰，而相对应的是他数不清的冷漠与伤害。傅耀晨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记忆像老电影般闪回。在最初的时候，乔穗星被他气哭时，还会扑进他怀里撒娇，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只是沉默地转身，甚至到最后，他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意停留在自己身上了。他手中的玻璃杯坠落在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踉跄起身，头也不回地冲进夜色。别墅主卧空荡荡的，但好像还残留着淡淡的栀子花香。傅耀晨坐在乔穗星的梳妆台前，指尖抚过他没用完的半瓶香水。当他拉开抽屉，意外发现里面还放着一个笔记本，他心跳突然加快，颤抖着手翻开本子。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0天，他果然又忘了。没关系，弹幕说他其实记得，只是想让我主动去找他。今天高烧90度，我给耀晨打了电话，他说工作忙不能回来，但弹幕告诉我，他偷偷在病房外守了1夜。日记里的7年，记录了乔穗星是如何从理解到自我怀疑，再到死心放弃的。最新的一页写着：或许他真的爱我，可真正的爱不需要第三方来解释。再也不见了。傅耀晨，一滴水珠砸在日记本上，晕开了钢笔的字迹。男人这才发现自己
竟然哭了。7年来的第一次情感外露，却是在那个人彻底死心之后。日天刚蒙蒙亮时，傅耀晨便找上了顾雨柔。他将一叠文件甩在茶几上，监控截图、录音文字稿，还有那天在楼梯上的事，所有证据摊开在晨光中，像一场无声的审判。解释，他声音平静的可怕。顾雨柔的脸色瞬间惨白，但很快又挤出一个笑容。这些能说明什么？乔穗星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难道怪我吗？我只是说了实话。顾雨柔突然拔高声音，眼里闪过一丝狰狞。谁不知道他死缠烂打追了你7年，圈子里的人都把他当笑话看。而且你不是默许吗？每次我靠近你都没有推开，我发那些朋友圈，你明明看到了却从不澄清。够了！傅耀晨盯着对方精心修饰的脸，只觉得无比的恶心。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他转身离开时，顾雨柔瘫坐在地上，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当天下午，他就被停了职，甚至这只是一个开始。3天后，他被带到了一栋郊区别墅，每天受尽了折磨。看着傅耀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顾雨柔突然歇斯底里的大笑起来。我承认是我故意做的又怎样？可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每次我伤害他，你都在冷眼旁观，是你亲手把他推开的。傅耀晨的眼神变得异常可怕。你说的对，所以我们都要付出代价。与此同时，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岛上，乔穗星正在花园里修剪玫瑰，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突然，他眼前闪过熟悉弹幕：男主把女配整得好惨，那还不是为了媚宝吗？谁让女配之前老是对媚宝使坏的？女孩的手顿了顿，然后平静地放下工具，走到花园的藤椅边，端起一杯热茶。眼前的弹幕开始频繁闪烁，随后归于沉寂。而后他赤着脚走到院中，开始给刚种下的玫瑰浇水。媚宝真的不回去了吗？媚宝也太绝情了吧！几行弹幕突然从眼前飘过，乔穗星的手顿了顿，他轻轻叹了口气，放下水壶，转身回到屋里。这半年来，弹幕就像甩不掉的影子，时不时跳出来告诉他傅耀晨的消息，对方如何与顾雨柔撕破脸，如何用同样的手段报复，又如何整天的找他。弹幕们似乎笃定他会在知道这些事后心软回头，但女孩只是平静地忽视这些，将精力转移到新的生活中。她学会了考可颂，学会了用丙烯颜料画普罗旺斯的日落，甚至学会了修理漏水的屋顶。弹幕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有时一整天都不会出现，仿佛遥远的距离真的削弱了某种联系。直到那个下雨的傍晚，乔穗星撑着伞从集市回来，远远看见自家院门前蜷缩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人浑身湿透，金发贴在额前，活像只被遗弃的大型犬。你好！他警惕地停在2米外。那人猛地抬头，露出一张沾着泥水的俊脸，湛蓝的眼睛在雨幕中亮得惊人。太好了，终于有人了。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外语口音。我的钱包和手机被偷了，能借我打个电话吗？乔穗星犹豫了几秒，最终点头。进来吧。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克劳德·格林，男人裹着毛毯，捧着热茶自我介绍。本来计划徒步环游南法，结果刚到第1天就……他做了个无奈的手势。总之太感谢你了，不然我可能要睡桥洞了。乔穗星将烤好的面包推给他，注意到他的登山包已经磨破了边，靴子也开了胶，但奇怪的是，他整个人却散发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像株迎着太阳的向日葵。那个克劳德突然放下茶杯，双手合十。我有个不情之请。乔穗星下意识往后靠了靠。我能暂时住在这里吗？他语速飞快。就几天，我可以修剪草坪，修理家具，做饭。我做的牧羊人派可是一绝。等我的朋友汇款过来，我马上就走。见乔穗星皱眉，他急忙补充：我可以睡仓库，或者在院子里搭帐篷也行。这男配好阳光啊，还挺讨人喜欢的。不行，媚宝是喜欢男主的。突兀的弹幕划过视野，乔穗星微微一怔。克劳德见状却误以为他要拒绝，整个人肉眼可见的蔫了下来，金发似乎都失去了光泽。不知怎么，女孩想起了小时候邻居家那只总爱叼着球往她怀里扑的金毛。楼上有个小阁楼。克劳德的眼睛瞬间亮了。你答应了？天啊，你一定是天使！我发誓你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房东。要不要现在就去看看我修剪灌木的技术？或者停！乔穗星忍不住被他逗笑了。先吃饭。晚餐时，克劳德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喜马拉雅山脉迷路的经历，还有他在亚马逊河被食人鱼追的趣事。他的笑容太过灿烂，以至于女孩没注意到今天的弹幕只出现了那么一次，就再也没打扰过他。夜里，他躺在床上，听见阁楼传来克劳德跑调的歌声，月光透过纱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乔穗星忽然意识到，这是半年来第一次，他没有在入睡前想起那个名字。清晨的阳光透过纱帘洒进厨房时，女孩听见院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她推开窗，看见克劳德正蹲在玫瑰花丛边，手里还拿着小铲子，正满是干劲的在给花圃松土。早安！他听见声响，抬头冲乔穗星咧嘴一笑，脸上还沾着泥土。我发现这片土质太硬了，给他们松松根。穗星微微点头，转身去煮咖啡。这半个月来，克劳德就像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把这座沉寂的小别墅搅得生机勃勃。门廊上挂着他捡来的贝壳风铃，餐桌上永远插着不知名的野花，连他常年不用的壁炉都被他清理出来，每晚燃起温暖的火焰。咖啡香气弥漫开来时，克劳德已经洗干净手，正趴在客厅地毯上研究一本破旧的旅游指南。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
片，裤脚还沾着草屑，却莫名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今天集市有薰衣草蜂蜜，他献宝似的举起指南，还有山羊奶酪品尝会，要去吗？但女孩却将咖啡推到他面前，摇了摇头，又不出去。克劳德夸张的叹气，你来普罗旺斯半年了，连圣十字湖都没去过吧？碎星的手指在杯沿轻轻抹撒，确实，这半年他就像只蜗牛，把自己缩在这个小小的壳里。你整天都闷在家里。克劳德突然凑近，蓝眼睛直视着他，是不是有心事？这直白的提问让女孩一怔。傅耀晨从来不会这样问他，那个男人永远在等他猜，等他哄，等他耗尽所有热情去解读他晦涩难懂的情绪。出去走走会好很多的。克劳德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不得不说，这男配还挺会，这直球打的，我还真没话说啊！不允许，媚宝是男主的。弹幕不合时宜的飘过，让乔穗星下意识皱了皱眉。奇怪的是，这次他并没有感到烦躁，也许是因为克劳德的眼神太过干净，像普罗旺斯没有一丝阴霾的天空。好，他听见自己说。男人愣了2秒，随即欢呼着跳起来，差点打翻咖啡杯。现在就走，我给你当导游。圣十字湖的湖水蓝得不可思议，乔穗星赤脚踩在细软的沙滩上，看克劳德像个小鸭子一样在浅水区扑腾。他不知从哪里租来一艘明黄色的小艇，非要教他划船，手腕要这样用力。不对，是这样。他从身后徐徐环住他，示范划桨的动作，身上带着阳光和松露的气息。女孩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手把手教傅耀晨做蛋糕。那时她冷着脸，任由奶油沾到袖口也不肯有多余的反应。嘿，回神了！男人在他眼前打了个响指，看我捡到了什么？他摊开掌心，是一枚心形的鹅卵石，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粉色。送给你。他随意塞进穗星手里，仿佛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礼物。我奶奶曾经说，心形石头能带来好运。笑一下，这个礼物的意义太过单纯，不是为了补偿，不是为了道歉，只是为了让他开心。傍晚的集市人声鼎沸，克劳德像只兴奋的金毛犬，拉着穗星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尝尝这个。他将一块蜂蜜蛋糕掰成2半，老爷爷说这是用的他自家蜂场的蜜，甜腻的滋味在舌尖化开。女孩不自觉眯起眼，克劳德突然伸手，拇指擦过她嘴角，沾到奶油了。这个亲昵的动作让2人都愣住了。克劳德的耳尖速度变红，慌乱转移话题，那边有卖薰衣草香包的。看着他的背影，穗星嘴角微扬，曾经他需要透过弹幕才能确信的爱意，在这个男人身上却像阳光一样显而易见。夜幕降临时，他们坐在山坡上看星星，克劳德变魔术似的从背包里掏出2个酒杯和1瓶红酒。酒过3巡，克劳德的话渐渐多起来，他讲自己在剑桥读艺术史的糗事，讲他那个开古董店的古怪叔叔。乔穗星安静地听着，偶尔轻轻扬眉。其实我知道你是谁。男人突然说。闻言，女孩的手一僵。我在伦敦的拍卖会上见过你的作品。他仰头望着星空，那幅雨夜，我看了整整1个小时。乔穗星惊讶地转头，那是他大学时画的习作。临近毕业时，他把画捐赠给了母校，没想到会被拍卖。画里的人明明站在雨中，却让人觉得他才是那场雨。克劳德轻声说，就像你一样。夜风拂过薰衣草田，掀起紫色的波浪。乔穗星突然发现今天的弹幕一次都没有出现。男人歪着头看他，眼睛里倒映着整片星河。明天想去阿尔勒吗？梵高画星空咖啡馆的地方。闻言，女孩果断地点头。这一刻，她不想思考过去，也不担忧未来，只是任由这个带着阳光气息的男人将她拉进鲜活明亮的世界里。日子就这样平静地往前走。这天，穗星抱着刚买的面包从烘焙房出来，薰衣草的香气混着新鲜面包的甜味萦绕在鼻尖。他低头嗅了嗅纸袋，嘴角不自觉扬起一个浅笑。这是克劳德最爱的杏仁可颂，那家伙每次都能吃下3个。穗星熟悉的嗓音却像一道闪电劈开暮色。女孩浑身僵住，纸袋从手中滑落，可颂滚落在石板路上。她缓缓抬头，看见傅耀晨站在不远处，他一身西装革履，与这座慵懒的小镇格格不入。对方似乎瘦了很多，眼底布满血丝。在和乔穗星视线相对的那一刻，下颌线绷得极紧。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向前一步，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女孩下意识后退，后背撞上了一个温暖的胸膛。克劳德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一只手稳稳扶住他的肩膀。怎么啦？瞬间傅耀晨的目光结冰，他大步上前将2人分开。你是谁？傅耀晨。乔穗星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怎么会在这里？克劳德皱眉挡在他面前，礼貌却坚定地问，这位先生，请问你是？傅耀晨的视线死死锁在女孩脸上。我不该来吗？说完，他喉结滚动了几下。穗星，我知道错了，跟我回家好不好？乔穗星看见他眼底翻涌的期待，一个不重要的陌生人。他转向克劳德，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傅耀晨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抓住他的手腕。陌生人，我们是夫妻，早就不是了。女孩甩开他的手，你已经在协议上亲手签字了。我不知道那是离婚协议。男人的声音骤然拔高，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如果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会？如果你知道，就不会签字。乔穗星突然笑了。
傅耀晨，7年了，你不能永远都是这样，只有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克劳德轻轻握住他的手，要回去吗？而看着他们交握的手指，傅耀晨眼底泛起猩红，他强硬地挡在两人之间，直直看向克劳德，请你离我的妻子远一点，是前妻。乔穗星冷冷纠正，沈先生，请你离开，否则我报警了。傅耀晨像是被这个称呼刺痛，整个人晃了晃，他突然放低声音，近乎哀求道：穗星，我知道错了，我改，你想要的我都给你，我们回家好不好？这卑微的语气让女孩有一瞬恍惚，曾经高高在上的傅耀晨何时这样低声下气过？但他很快清醒过来，他摇摇头，或许曾经是吧，但现在不是了，起码对我来说。说完，他拉着克劳德转身就走。深夜，女孩在阁楼地板上摊开行李箱，真的要搬？克劳德靠在门框上，我可以揍他一顿的。但穗星只是摇摇头，他既然能找到这里，就不会轻易放弃。他叠衣服的手突然一顿，抱歉，连累你了。男人却蹲下来帮他收拾话剧。下一站想去哪？威尼斯还是巴塞罗那？女孩抬头看他，月光透过天窗洒在克劳德的金发上，让他整个人像镀了一层银边。这个才认识不到2个月的男人，此刻却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你去哪，我就去哪，他轻声说。克劳德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机场里，乔穗星不断看向安检口，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克劳德去办理行李托运了，留他守着剩下的行李。穗星，你要去哪？傅耀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时，让女孩的血液几乎凝固。男主快挽留啊，妹宝别走，求求了，呜呜，我哭了。他们明明相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弹幕突然疯狂涌现，密密麻麻，几乎遮住整个视野。乔穗星痛苦地闭上眼，在睁开时，傅耀晨已经逼近到他面前。那些年是我错了，他声音发抖，我不该用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证明爱，不该让你一次次失望。广播响起登机提示，乔穗星抓起行李就要走，傅耀晨一把拉住他，至少告诉我你去哪。弹幕越来越密集，女孩的视线开始模糊，她用力挣脱傅耀晨的手，在混乱中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是办完手续回来的克劳德。没事吧？克劳德护着他往安检口走，警惕地盯着傅耀晨。穗星，傅耀晨想追，却被突然涌出的人群挡住。在他的视角，弹幕像疯了一样在他眼前跳动，扭曲的字符让他看不清前方的路。等他终于冲出人群时，只来得及看见乔穗星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尽头，晨雾笼罩着乡间小路。穗星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滚动声。克劳德背着登山包走在他身侧，时不时回头张望。我看到了，他昨晚在你门前站到凌晨3点。听此，女孩的手指紧了紧拉杆箱。这半个月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傅耀晨都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他去买面包，对方就站在街角；他在咖啡馆画画，他就坐在对面。甚至深夜他起床喝水，都能看见他沉默的身影立在院门外。这天，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突然撕裂了清晨的宁静。一辆黑色轿车猛地横挡在路中央，轮胎在石板路上擦出刺耳的声响。车门甩开，傅耀晨大步走来，眼底布满血丝。为什么又要走？他的声音嘶哑的可怕。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为什么连告别都不愿意？乔穗星轻叹一口气，我以为我已经告别过了。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我不同意，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放手！克劳德立即上前，用力掰开他的手指，你弄疼他了。对此，男人突然冷笑，你算什么东东？我们夫妻间的事轮得到你插手？是前妻，而且你们已经离了。克劳德挡在穗星面前，而且无论你怎么忏悔，你对他的伤害是事实。你把他一个人扔在雨里，当众给他难堪，纵容别人欺负他。闭嘴！傅耀晨猛地挥来，被克劳德敏捷地躲开。穗星却突然笑了，你看，同样的漠视，你连1个月都忍不了，我却忍了7年。他拉开车门，克劳德，我们走。傅耀晨站在原地，看着汽车扬长而去，晨雾打湿了他的西装，他摸到脸上冰凉的液体，才发现自己哭了。3天后，托斯卡纳的农庄前，乔穗星正在整理新买的话剧，窗外突然传来闷雷声，夏季的暴雨来得又急又猛，转眼间就倾盆下，他还在外面。克劳德拉上窗帘，淋了3个小时了。画笔在女孩手中折断，他走到窗前，透过雨帘看见傅耀晨站在栅栏外，浑身湿透，却固执地望着他的窗口。午夜时分，敲门声惊醒了他。克劳德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毛毯，他发烧了，在发抖。见女孩沉默，克劳德明白了他的未尽之言，拿着毯子走出去。雨中，傅耀晨的嘴唇已经发紫，却仍死死盯着那扇窗。别倒在这里！克劳德把毯子扔给他。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以为这样就能换来原谅。傅耀晨摇晃着走近，让我见他。克劳德甩开他的手。你知道他到今天还会做噩梦吗？他会害怕地喊出你的名字。这句话刺痛了傅耀晨的心，他提高声音，穗星，给我一次机会，怎样你才肯回头？门开了，乔穗星冷着脸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轻声道，除非时光倒流，而那是不可能的事。就在这时，傅耀晨的手机突然响起，秘书焦急的声音传来，沈总，顾雨柔的闺蜜报案了，指控您非法拘禁，那边已经准备调查了。暴雨冲刷着傅耀晨惨白的脸，他看着女孩渐行渐远的背影，终于明白，这一次他是真的失去她了。但是雨总会停的。乔穗星坐在阳光房里，笔在画布上涂抹出金黄的麦浪。克劳德在院子里修剪橄榄树，哼着有些走调的意大利民谣。
摇。突然，他的画笔悬在了半空，只因他从密密麻麻的弹幕中看到了傅耀晨的结局，被判蹲3年篱笆。妹宝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都是为了你啊！妹宝快回国救救他吧！不是我说，女主这都不原谅，是不是有点太冷血了？弹幕疯狂滚动，乔穗星眼底泛起一丝机不可查的波动。3天后，一封没有寄件人信息的信躺在邮箱里，要看看吗？听见询问女孩摇了摇头，烧了吧。克劳德蹲在壁炉前，看着火舌舔舐信封，在纸张卷去焦黑的瞬间，他隐约瞥见开头写着穗星，我学会做你最喜欢的提拉米苏了。与此同时，篱笆探视室内，傅耀晨盯着来访的秘书，他收到信了吗？秘书欲言又止，最终摇了摇头。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男人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站在大学宿舍楼下捧着早餐等他的女孩，那时他眼里有光，而现在那束光永远照不到他了。这个曾经叱咤商界的男人肩头颤抖得厉害，没有人听见，那声淹没在冬日寒风中的哽咽。爱琴海的落日将白墙染成蜜糖色，乔穗星踮起脚尖，将暂停营业的木牌挂在咖啡馆的玻璃门上，海风穿过门缝，轻轻掀起他耳边的碎发。3年过去，他的头发长了许多，如今松松的挽在脑后，露出纤细的脖颈。今天的蓝莓芝士蛋糕卖光了。克劳德从厨房探出头，金发上还沾着面粉。那位法国老太太说，这是她在圣托里尼吃过最棒的点心，虽然是外国人做的。闻言，女孩嘴角微微扬起，她转身走向靠窗的座位，那里摆着一幅未完成的画，爱琴海的蓝与白在画布上交融，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又在发呆。克劳德从身后环住她，身上带着肉桂和咖啡豆的香气，他下巴抵在她发顶，指着画布，我觉得这里缺一艘小船。小船，载着私奔情侣的那种。克劳德的蓝眼睛在暮色中闪闪发亮，就像我们。女孩听此轻轻用手肘撞他，却被大掌捉住手腕。克劳德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蜡笔，在画布角落画了艘歪歪扭扭的小船，船上站着2个火柴人。艺术大师克劳德·格林的杰作。他一本正经地宣布，价值连城。乔穗星终于笑出声。这3年来，他依然不爱说话，依然讨厌人群，但克劳德是例外。他像一束固执的阳光，照进他生命中最潮湿的角落。深夜，乔穗星被轻轻摇醒，穿后点。克劳德在他耳边说，声音里压着兴奋，我要带你去看个东西。他们开着破旧的皮卡往北行驶，乔穗星裹着毛毯在副驾驶上昏昏欲睡，直到克劳德突然刹车。到了，眼前是荒芜的悬崖，爱琴海在月光下泛着银光，而天幕之上极光。克劳德举起双手欢呼，新闻说今晚希腊北部有可能看到，没想到真的，绿丝绸般的光带在夜空中舞动。乔穗星仰着头，呼吸都变得轻缓，他从未想过在地中海的夜晚能看到北极圈的神迹。穗星，闻言，女孩回头就看见克劳德突然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用橄榄枝编织的戒指。我不需要你改变，沉默或大笑，宅在家里或环游世界，无论怎样的你，只因为是你，这是我爱你的原因。极光在他身后流转，将那双蓝眼睛映得如同宝石一般璀璨。你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例外吗？永远的那种。海风突然静止了，乔穗星看着这个为他学会做中式点心的男人，这个记得他所有小习惯的冒失鬼，这个3年来一直跟在他身后，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的傻瓜。他伸出左手，无名指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纤细。帮我戴上。克劳德的手抖得厉害，草编戒指差点掉在地上。当他终于将戒指套进他的手指时，天边的极光突然大盛，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为他们庆贺。男主出篱笆了，一行弹幕突兀地划过视野，又像信号不良的收音机般，滋啦一声彻底消失。乔穗星怔了怔，随即释然地笑了。他踮起脚尖，捉住这个将要共度余生的男人。在他们身后，最后一缕极光消散在天际，而东方的海平线上，黎明正悄然降临。3个月后，傅耀晨站在画廊的落地窗前，手中捧着一本刚出版的画集，封面上是爱琴海的落日，角落里有一艘歪歪扭扭的小船。翻开扉页，一行小字映入眼帘：致我的阳光，谢谢你爱我最真实的样子。他循着杂志上的地址，在迷宫般的白色小巷中穿行。海风送来咖啡香，他停下脚步。咖啡馆的招牌下，乔穗星正点着脚擦拭黑板菜单。他穿着简单的连衣裙，发梢随着动作轻轻摇晃。游客似乎点错了单，但他只是笑着摇头，眼角弯起的弧度与他们16岁出狱时一模一样。男人的指尖无意识嵌入掌心，心底的那道伤痕又开始隐隐作痛。玻璃门突然被推开，克劳德风风火火地闯进去，金发上还沾着面粉。他自然地搂住乔穗星的腰，在他额头上落下一个吻。阳光穿过他们交叠的身影，将无名指上的婚戒映得刺眼。傅耀晨后退半步，撞翻了身后的花盆。乔穗星抬头，目光与他相遇。海风突然静止了，我去就回。他对克劳德轻声说。他推门走向傅耀晨，咸涩的风掀起他的裙摆。傅耀晨发现他右膝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男人记得，那是大学时他为他送伞摔伤的。他哑声开口：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可惜没有如果，可惜时间只会向前走。乔穗星的声音很轻，远处传来克劳德的呼唤。他拎着食材袋站在巷口，女孩转身时的发梢轻轻掠过傅耀晨的指尖，他下意识想要攥紧，却只是一场空。他看着乔穗
星接过克劳德手里的购物袋，两人十指紧扣时相视一笑。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渐渐融进白色小巷的尽头。傅耀晨站在原地，直到海风吹干眼底的潮湿，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下。傅耀晨转身走向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